您听过99神功吗？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种功法，很难练。如果现在有一种科学仪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您想知道是什么吗？欢迎您来到心灵周瑜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每周三我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来跟您分享医学新知。那么今天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居动椅，这是一个 High Intensity Focused Electromagnetism 高强度的电磁刺激。之前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男人的烦恼，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射护腺肥大，现在有哪一些新的方法可以来处理。可是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其实男性尿尿的问题可不见得全部都是射护腺肥大，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说呢，尿尿不顺，尿尿呢有阻塞感，尿不出来，这一些呢有可能是射护腺肥大。除此之外，还有尿尿前的问题，就是频尿，一直有尿意，然后呢尿很急，等到一有尿意的时候就完全憋不住，都还没有走到厕所。那再来的话是尿液储存的问题，就是呢余尿很多，刚刚才尿完就觉得奇怪，怎么里面还有东西，好像又没有尿干净，或者是呢尿完了之后呢滴滴答答，或是尿呢感觉无力，尿流呢很缓慢。这一些呢未必见得全部都跟射护腺肥大有关系，比如说膀胱过动，就是你一直要尿尿，就其实呢是破尿肌的问题，它呢跟射护腺肥大没有关。还有一种人呢，他的尿尿不顺，结果我们去检查他的射护腺一点都不大，跟他的尿尿不顺的严重度完全没有办法成正比。还有就是余尿太多，这个也是因为它的破尿肌功能不佳。刚刚讲到的膀胱过动是破尿肌太过分敏感兴奋啊，然后现在讲到的余尿很多，尿不干净，这跟它的破尿肌呢是太过懒惰，功能不佳有关。这些都跟射护腺没有关系。那我们把它统称叫做男性的下泌尿道综合症，我们叫做 LUTS 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那其实女生一样也有 LUTS下泌尿道综合症。那女生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3组哦，一样就是呢跟尿液储存有关的，跟排尿当时有关的，跟排尿之后有关的。那跟储存尿液有关的呢，就是呢怎么膀胱容量很小，一直要尿尿这样，然后去尿的话，甚至一次尿个100哦。那有的人他是讲说哦，他一次尿呢就是500以上，结果你一次尿只有50，那你就是储存量很小。那再来是呢排尿的问题，比如说呢尿无力、尿流缓慢、尿流中断，已经尿了之后呢，觉得还有尿，觉得没有完全排空，这也是排尿后的问题。那当然呢，包括了有一些泌尿道感染也会造成你的女性下泌尿道症候群嘛，也就是尿尿会痛啊，尿尿有灼热感啊，哦，这些当然是要先把泌尿道感染的事情排除掉。但是有一种是下腹部持续疼痛，它未必见得是检查起来会有泌尿道感染哦，这也是一种下泌尿道的问题，男女都一样，它都可能会有阴部的疼痛哦，骨盆腔的疼痛、肛门的疼痛，或者是直肠的疼痛，这些男生女生都有，一样都是把它归在下泌尿道综合症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各位介绍所有下泌尿道症候群里面算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啊，叫做尿失禁。那尿失禁它正确的定义是呢，1个月至少会有2次，就是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的流出来，比如说咳嗽、打喷嚏就跑了一点点出来，完全不受控制的。那当然它包括可能是有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啊、急迫性尿失禁啊，或者是混合型尿失禁啊，这些。那一般来讲的话，大概1半的女生都经历过，那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啊，哦，多少都有一点。那尿失禁的话呢，其实非常的影响生活，因为如果呢你的裤子上面有一点湿湿的话，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可是其实可能旁人就已经闻到有味道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尿骚味。那你如果是不小心真的完全不受控制，不是只有流一点点出来，而流很多出来的话，当然你就被看到了嘛。它有可能是跟你吃的药物造成有关，有可能是跟糖尿病有关。那么女生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更年期的关系啊，荷尔蒙不够啊，或者是说因为她过往分娩、怀孕太多次造成的，这些都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治疗？我们以前被教的第一线运动就是凯格尔运动，那么男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提肛运动，这个大家都被告知过。可是第一个，它的执行力非常差，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在那边不断的训练我们自己骨盆底私密处的肌肉，
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所以执行起来几乎都是半途而废。再来呢，就算你认真在那里提肛啊，用你的意志力在那里缩紧你的私密处的肌肉，其实它的收缩力也很弱。因此我们可以讲，凯格尔运动经常都是失败的，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到你的尿失禁。那后来又发明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探针放进去阴道或者是男生的直肠里面，然后加电流去刺激，当然就是刺激你骨盆底肌肉收缩嘛。那你想，这种是要脱裤子的，然后在家里自己又不能够做，然后呢还要被插东西进去，你也觉得很恐怖啊！不管是插阴道或者插肛门、插探针都很恐怖，所以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广为推广。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叫 HIFM。HIFM 就是 High Intensity Focus Electromagnetism， 是一个高强度聚焦型的一种电磁刺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椅子的形状，你只需要直接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呢，它就发出来的这个磁波呢，去刺激你的私密处。我们这个叫做呢，给你私密处的肌肉做核心重训哦，就像我们在练核心这样。因为呢，我们平常啊，不管是提肛运动或是凯格尔运动，我们对于这个核心真正给到的强度都不够，所以你这个核心的重训呢做得不好。现在是直接用磁波进去，28分钟，它可以让你的私密处的肌群收缩10000下哦。你怎么样想你有办法持续28分钟的提肛运动呢？你应该没有这样的强大的意志吧？好，再讲你收缩的强度也不够，紧度也不够，然后再来呢就是深度不够，所以呢它这个磁波进去的时候呢，它可以穿透你的组织，不会被拦阻，它的深度才能够真正抵达需要的地方。而且呢，凯格尔运动它所提拉到的这个肌群呢范围太小，我们现在用磁波来做的话，可以使整个骨盆底肌群呢完全被覆盖到，它就可以整个都被刺激跟强化跟训练到。藉由这样的一个仪器的刺激啊，有没有危险性呢？那我们还可以跟各位找到这样一个期刊，它被推荐为是尿失禁第一线最安全的治疗啊。然后再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期刊之后，它跟凯格尔运动之间的比较，那它是非常强度高很多，然后深度高很多，然后紧度高很多，然后频率高很多这样。那么如果呢，我们在临床上面遇到有一些人，就是真的是男性，他攝護腺肥大去做手术之后造成的尿失禁，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期刊也告诉我们，一样可以用 HIFM 这个磁波治疗的方法来改善。那再来，我们跟各位讲到说，它最安全嘛，最安全到底有没有副作用？那其实它还真的有一个副作用，但是是令人愉悦的副作用，就是呢，它因为它刺激了你骨盆底这些肌肉的血流量，所以呢会使你这个地方呢充血跟饱满，因此会增加你的幸福生活的愉悦度，新快感。还有呢，对于男士如果有一些勃起功能障碍呢，它也被认为呢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那这个就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副作用。那我们再讲回这个99神功啊，它因为它是用棉绳把男士整个生殖器都绑起来嘛。那我看过的在网络上面的是呢，这个发功的人他站在一个高台上，然后用他的生殖器呢把另外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呢整个提起来离开地板哦，所以他可以垂钓到就是几十公斤的人的体重都可以。那刚开始练的时候呢，先不用挂东西，先去练发功哦，就是让这个男性的私密处的生殖器可以硬起来，慢慢练之后呢，据说练到后来是不射精哦，就是可以炼精化气，然后硬度持久。这个是有客人来跟我分享的，那我也分享给各位。那至于如何练的话呢，要正确的有名师指导，这个网络上各位都可以找到有这种教学的老师。但如果说大家觉得功法很难练的话呢，现在就是跟各位分享有居动椅，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电磁刺激来帮助各位，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谢谢各位。